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给小朋友购置一款彩虹小背包吧，包身整体结实硬挺，可以装一些画本和彩笔。我们还可以把它缩小一点，做成一款亲子小挎包，里面可以放手机、耳机等小物。我们现在开始钩织。视频内以小挎包作为演示，首先锁边起针，第一步编织彩虹织片的部分。起针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13个锁针。13针结束，我们返回倒数第3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在每一个锁针上各钩织一个长针，一共10个针目。第10针结束，在第一个锁针上增加7针，钩织8个长针。8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对应前面的针数，同样钩织10个长针。第一排结束，第二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我们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进行编织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首先在同一个位置钩织2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最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引拔钩出。接着在第二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在第3个针目上同样编织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在第4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后面重复编织，按照一个枣形针、一个引拔针的顺序，循环14组花样。第2排结束，最后编织一个锁针，后面第3排换紫色线编织，将线钩出，然后钩织2个锁针。我们在第1排剩余的前半针上进行编织，在第1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，钩织过程中将末尾的线段一同编进织物内，起到隐藏线头的作用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每一个针目对应一个长针，首先钩织10个针目。第10针结束，接着在转角的8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16个长针。第16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对应前面的针数，同样编织10个长针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与第2排的钩法相同，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进行编织。首先在第1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后面重复编织，按照一个枣形针、一个引拔针的顺序，循环18组花样。
第4排结束，第5排换蓝色线编织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，与第3排的钩法相同，在剩余的前半针上挑一根线进行编织。首先按顺序编织10个长长针，同时将多余的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第10针结束，接着在转角的16个针目上增加8针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按照一个长长针一个长长针加针的顺序循环8次，一共钩织24个长长针。第24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在剩余的针目上再钩织10个长长针。第5排结束，第6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与第4排的钩法相同，继续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钩织一个枣形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，后面重复编织，按照一个枣形针一个引拔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22组花样。第6排结束，后面的部分继续按照前面的规律进行加针，每一排的长长针在转角的位置各增加8针，后面每一排的枣形针比前一排增加4针。第7排至第14排继续逐步加针，最后编织38个枣形针。第14排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在织物的整个边缘环形编织一圈短针。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在第13圈剩余的前半针上进行编织，在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首先按顺序钩织76个短针。前面的76针完成之后，接着转到织片的底部，在每一排侧面的长针上挑线，各编织3个短针，在织物的底边一共钩织42个短针。边缘的短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利用网格板对比织片的大小，剪出适合的尺寸，然后将网格板固定到织片上。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2个彩虹织片，将它作为包身的前后面。接下来我们编织包身侧面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11个锁针。11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短针，后面按顺序编织，一共钩织10个短针。第1排结束，后面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我们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进行编织，对应第1排的10个针目，继续钩织10个短针。第2排结束，同样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首先在第1个针目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接着在第1排剩余的前半针上挑一根线，在织物的同一侧挑上下对应的2根线，钩织一个双面短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同样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第1排剩余的前半针上再挑一根线，钩织一个双面短针。后面重复编织，对应前面2排的针数，同样钩织10个短针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继续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
重复第3排的方法，首先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在第2排剩余的前半针上挑一根线，钩织一个短针。后面重复编织，按照相同的方法，一直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视频内需要钩织134排短针，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长度。第134排结束，这样完成织带的前半部分。接下来我们将织带分为左右2个区域，留出拉链的位置。第1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继续编织双面短针，首先编织4个短针。4针结束，翻转织物，同样钩织4个双面短针。后面的部分重复编织，一直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视频内一共钩织了66排短针，与拉链的长度相等。第66排结束，将线剪断，后面继续编织另外一半，与前半部分相隔2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重新起线。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66排双面短针。织带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将拉链固定到预留的位置，并将两端缝合固定。拉链固定好之后，这样完成侧面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组装包身的部分。首先利用记号扣将前后面与侧面做一个简单的固定，前后位置一定要对齐。然后利用毛线将整个边缘缝合固定。包身的部分拼接完毕，接下来我们编织包带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8个锁针。8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按顺序编织7个短针。第1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1排的针数，同样编织7个短针。钩到需要换线的位置，可以将其他颜色的线钩出，然后继续编织短针，同时将其他的线段一同编进织物内。后面一直重复钩织，编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织带完成之后，在两端固定一个地环，并将它固定到包身的两侧。包带固定好之后，我们这一款小挎包的主体就完成了。双肩包的主体部分与小挎包的钩法基本相同，有2个细微的差别，我们讲一下。第一点是后背的肩带部分，首先利用短针编织一整条织带，将中间的位置固定到顶部，并用线将侧边缝合固定，将织带的2个末端固定到底边，长度和宽度可以自行调整。第二点是拉链的位置，大包的拉链相对会比较长，所以预留的开口就会更长一些。包身侧面的总长度不变，同样钩织200排短针，对比拉链长度留出位置即可。包身的主体完成之后，剩余的小太阳和云朵部分，下期视频我们再来讲解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